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。今天我想同大家聊一聊财富再分配，也叫做财政预算、福利和收富人税的话题。这些话题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也很理所当然。人们的富有就是政府将钱发到需要的人手里，提供好的医疗保险、儿童补助和对富人收高税。全球各个国家过去25年都有这样的趋势。我会逐一分析每一个话题，也许会稍微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角度和不一样的看法。首先，我来说财富分配。国家的财政预算传统指的是对退休金、邮局工资、高速公路、军队和司法部门等重要部门的支出，这些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必要开销。所有其他的政府开销，我们都叫做财富再分配。当你将 A 的钱拿走给了 B，A 是劳动者， B 是收钱的人，不工作的，这叫做收入再分配。当你从 A 这边拿走了一点点， A 的工作意愿就会减少，你给 B 是免费的第二个收入来源，也减少了 B 要工作的意愿。这个原理很简单，当政府做财富再分配时，是减少所有人的收入，到最后大家都是零收入。目前的政府财政赤字是 GDP 的 7%， 毁掉了美国长期的 GDP 增长。全球其他国家，比如英国、欧洲、加拿大等，都在这条路上。再来说福利，政府给很多低收入城市福利，比如儿童补贴、住房补贴、单亲妈妈补贴等等。一位单亲妈妈，如果她有一份年薪2.9万的工作，再加上政府给的各种补贴，比如住房补贴、儿童补贴、医疗、食物券的补贴，大概有2.9万，他一共能拿到5.8万。有一天，如果他决定要增加收入，想要进入中产阶级，拼命的工作打2份工，他的收入会变成5.8万，但是税收的比例会变高，扣掉税以后，他依然只能拿到2.9万，同以前拿政府福利的时候是一样的。这就意味着收入超过一定的金额，它的税率就变成了100%。这个就是贫穷的陷阱，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中产阶级。努力工作同拿福利的收入是一样的。我再来说 minimum wage， 政府规定雇主要付员工每小时16块钱，听起来特别好吧？但是当一位高中还没毕业的青年人，没有人会愿意雇他$16，都去雇佣高中已经毕业或者是有经验的。如果没有 minimum wage 的法律，雇主可能会考虑用每小时12块钱雇佣这一位高中没有毕业的孩子，给他一个机会。现在美国很多失业的青年在家待2年以后找不到工作，最后就进入了帮派。我们的政府和社区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来保护自己不被他们伤害。所以政府应该创造一条路，让年轻人从贫穷进入富有。Oh my God！ 财富再分配和福利让人们陷入贫穷，永无翻身之日。我们应该严格控制开销，减少福利。再来说税率，政府应该有很低的固定税率，不管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，税率大概在12%左右。青少年的收入税应该免掉。minimum wage 的法律应该去掉，也要去掉个人收入税、公司税、capital gain 税、关税。那么有人可能会抱怨，富人也交同我们一样的税吗？不像富人收高税，富人会越来越富，穷人会越来越穷，收入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我看这种定义是错误的。像富人收高税，富人会变穷，穷人会更穷。如果政府让富人交高税，然后给穷人免费的发钱，你不用担心会有更多的人不愿意工作。如果给高收入的人涨税，经济就会下滑，穷人会更穷，总体税收反而会减少。如果给高收入的人减税，反而鼓励了富人创造财富，总体收入是增加的，富人会更富，穷人会变富。你有没有被穷人雇佣过？没有吧？所以好的社会是由富人创造的。人们不是为了交税而工作，人们工作是为了税后的收入，是个人的利益鼓励着所有的人工作。如果 COVID 期间政府不印支票让大家待在家里，而是免掉所有的税收，我看就不会有现在的通货膨胀了。今天的经济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？简单2句话，
再说一遍，低税收、少福利，才会让社会繁荣。最后，我以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的话收尾：我们不需要那些声称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因为税收不够的政治家，这些财政赤字是因为经济增长不够和50年的政府开销过多造成的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。